2025年9月16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一项数据：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10，比5年前上升了4位。中国在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地位，并在研发支出、高科技出口和创新产出方面持续保持强劲势头。而在过去的2021年至2024年，我国经济实现 5.5% 的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近2个百分点。有外媒感慨，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世界都在关心一个问题：中国是如何做到的？大家好，我是微笑。金秋10月，党的20届四中全会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14.5”收官在即，“15.5”接续开启。这期内容我带大家看看“14.5”期间完成了哪些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曾谈到，有外国领导人对我说，中国有一大优势，你们总是制定各种规划，而且各种规划总是能实现。现在大家对中国式现代化充满信心。大国发展经纬万端，回望我国5年规划的发展历程，从“15”计划到“14.5”规划，中国用一个又一个5年，积小胜为大胜，在时间画布上挥洒出波澜壮阔的长卷。2020年10月，党的19届5中全会审议通过“14.5”规划建议，全文以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逻辑主线，体现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深邃思考。从实现第1个100年奋斗目标到开启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4.5”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开创性进展、突破性变革、历史性成就。102项重大工程顺利推进，8项指标进展超过预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120万亿、130万亿，经济增量预计超过35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我们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经历了风雨洗礼，看到了美丽风景，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回望这5年历程，前进之路绝非坦途，100年变局加速演进，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越是风高浪急，越彰显领航掌舵者的坚定果敢。“14.5”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做出关键抉择，带领全体人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爬坡过坎，一仗一仗的打，一关一关的闯。2020年11月，党的19届5中全会后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指出，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14.5”期间，从多次主持召开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实的座谈会，到连续5年在全国两会上谈创新，再到矢志不渝推动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久久为功，步步深入，必有所成。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14.5”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数十次深入基层调研，按照规划的既定蓝图，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他一次次走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密集调研生产一线。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他一次次考察历史文化遗产，探寻中华文明根脉。我们这个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要尊重，也要弘扬啊，把它里边精华的东西和我们现在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黄河之滨，长江之畔，他走到哪里，就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要求讲到哪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绿色经济发展好，把我们的生态文明发展好。他跋山涉水，走村入寨，为乡村振兴把脉问诊。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啊，就是为人民服务。看到你们发展起来，我们才高兴。祝你们
家庭幸福，万事如意。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重于千军。“十四五”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百姓身边事，一件一件办实办细办好。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为增进人民福祉而不懈努力。5年来，我国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取得历史性进展，义务教育巩固率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都在95%以上，每年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惠及4亿多人次，新增布局11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铁新增投运里程超过1万公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成果实打实地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身体不好有社区，肚子饿了有饭堂，我都想生活在那点，就是能够高兴了。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嘛，真的不敢想象会住这样的房子，你觉得有奔头呀？你能想象这过去是荒山野岭吗？茶园也建起来了，今后生活是越来越好。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可以为周边17个村的近万名村民带来收益。“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能源、产业、国防等安全基础进一步夯实，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1/3，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体系，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底气更足。这5年，我国每年制造业增加值均超过30万亿元。连续15年稳坐全球制造业头把交椅，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建成全球数量最多的5G 基站，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研发人员队伍，第一艘国产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下水，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菲魔都号建成运营，第一次按国际通行适航标准研制的国产大飞机 C919实现商业飞行，第一座中国空间站天宫全面建成，一个个第一、最多、最大，彰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从量变到质变，从中低端到中高端，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巨大转变。中国从之前吸引进来学习技术，到今天我们给外方输出技术、输出产品，这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创新是什么？就是跟国外同类型的厂家同台 PK， 我们甚至能超过他们。国家带来的发展让我觉得就很骄傲，我们的文化越来越自信了。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一起，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9日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重大问题。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于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要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今天的中国有目标、有规划、有战略，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招待会上所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憧憬和挑战都激发我们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善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